欢迎收看第978期《北京不敬业》。今天有好多内容想跟大家分享啊。那么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支持于朦胧的这个 Awards 联署啊，现在人数已经突破了37.6万人，短短几天啊就又涨了7万人啊，这个速度非常的快了。我估计50万的阶段性的小目标可能很快就可以达成啊。那么大家继续努力，继续去扩散。其实这就是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啊。这也是说，很多人说啊，不要带风向，不要去分散注意力啊，大家专注在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继续扩散啊，然后认准了这个真的连署啊，盯着这个37万啊，后面40多万啊，盯着这个数字，这是真的。然后也可以在我本期节目的说明文字里，以及这个留言区的置顶的那一条留言，那我都会把这个链接放出来啊。好啊，那么有一个原因是说，为什么这几天它的这个增长速度这么快？有一些海外华人在洛杉矶好莱坞的星光大道这2天搞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活动啊，去介绍于朦胧这个事情，然后向路过的人啊，然后让他们去扫码签这个联署啊，有一群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么也很幸运啊，我跟这个活动的发起人啊叫陈恩德啊，我跟他建立了联系。那么并且呢邀请他来我的频道，我们会做一场对话。就在明天10月15日，那么洛杉矶时间是下午1点，然后巴黎时间是晚上的10点。那么在中国、台湾、香港、日本啊，大概这个区域的啊，你们的这个时差就自己换算一下，应该就是你们的凌晨的时间了啊。这个不好意思，因为全球的时差很难去调和。然后呢，因为说几句废话啊，因为油管呢，它并不支持，就是直播节目里啊，我们都在说中文，并不能够支持给它自动的生成英文的字幕，所以很多朋友呢进来看我的直播的时候，会发现没有字幕，对吧？当然，现在我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就是在直播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啊，然后丢给一个软件，让它生成出一份英文的 CC 字幕来。那么缺点呢，就是这个字幕和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录播节目的质量比不了，因为这样的节目我是再去把英文字幕去校对一遍的，但是这么长的一个对话类的直播节目我做不到，所以呢就质量可能差一点，但是至少比没有字幕强。所以明天的我跟陈恩德啊，关于他们在好莱坞的这一场支持于朦胧的活动是怎么做的，这个对话，那么如果你是听不懂中文的，你可以来回看，我会把字幕加上。好啊，接着说，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刚做了一场直播，对吧？当然是净流者会员内部的一个专享直播啊。这个解释一下啊，不是说让你们来充会员，是因为我的频道有2档会员。那么1档会员呢，就是可以看我往期的已经封存起来的节目。我现在这边快1000期的节目呢的前300期我都封存起来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就是过去的2、3年前的节目一点点封存起来。那么希望大家看新的节目。然后呢，我的第1档会员的福利就是可以看往期的所有的节目啊。那么好，第2档会员的福利呢，我是每个月会做一场专享的跟他们的直播，很内部的交流。我之前不是说想把于朦胧写进我的这个第4部作品这个小说里面嘛，徐州之旅啊。那么这个小说其实我之前英文版啊叫《Hollow Vessel》，我已经初稿写完了，然后现在在写这个中文版。那么中文版呢，我3个月前的时候写完了第1章啊，一共9章这个书啊，我写完了第1章。那么在那一场直播里，我就给我的这个净流者的会员啊念了第1章。然后最近这3个月呢，一直是卡顿在这里啊，没有写第2章。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天意，我现在觉得，就是当我再去写中文版的时候，因为这是我的母语，我在反复的打磨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加入更多的思考。我觉得，哎，这里正好是有一个空缺，就是我在塑造人物，在塑造里面人物之间的情感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创伤等等的时候，有一个人物的背景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没有琢磨太多。那么于朦胧这个事情出来，我想把它写进去，我发现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适合他的，他可以在我的书里去重生。那么我这些天经过思考，我已经把整个这个作品去调整了。然后我就努力的写，那么这几天就把第2章写完了，也是他的这种一个意象吧，在我书里的一个登场我在第2章里写了。那么刚才的那一场内部的直播呢，我就把这个第2章的内容给我的会员们念了。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公开因为有版权的问题，而且毕竟这个作品我并没有打磨完成我还是希望，而且刚才那个直播是没有字幕的所以不是让你们充会员，如果你是听不懂中文的呢，你不要着急，你就再等等再等几个月，等我把整个这个书写完，中文也有，英文也有那个时候你如果想看，就可以看到我已经打磨完的完美的作品了然后呢，说到今天的主题，谣言满天飞，对吧？谣言满天飞，我必须重申一下就是我们不要分散注意力，重点是要让这个联署的这个签名数量增长，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去求那个真相。我还是那句话，谣言在这个过程中能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它也是有反作用的，有副作用的。有一些人因为就是现在有人信不同的故事嘛，因为这个故事的真相没有，所以大家有不同的这个理解，对吧？你不要因为别人的理解和你不同，你就去骂别人。有的人上一期节目就跑来骂我就说我是什么替习近平说话，我是替中共说话。我也不想在这里自证我做这个频道3年快1000期的节目，我过去我是怎么说习近平的，我是怎么说中共的，你们自己去看，我不想再自证了。它的真相很有可能如果中共不倒，你根本就拿不到我把这一层最深的都给你们说透，好吧？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还是想做一个事情，就是现在传的这些邪乎的这些谣言有一些非常的有问题，我们还是要随时的去纠正。因为是这样在真相没有到来之前，这个事情往前走，中间会有各种的人报假消息、假料，对吧？带风向，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有的人就是为了搅浑水，有的人就是为了自己频道的流量，对吧？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汇总在一起，就是每天都有新的谣言。那我觉得我也好，包括如果你是真的想替他出声，为他追求真正的那个真相的话，而不是这些乱七八糟东西，这些谣言全加在一起，全扣给他，全算成真相，这是不可以的，对吧？因为里面有很多假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至少把我们能够思考或者厘清的一些假的去剥离掉，对吧？每天都产生这些谣言，我们剥离掉一些假的，然后就会越接近那个真相，对吧？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就想做这个事情。我们先说什么呢？有很多要说的一个是这个献祭，对吧？这个东西一会儿我会说。还有呢，就是关于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U 盘，是不是？说这个包括背后的跟红色家庭有关的这些人，他是不是在洗钱？是不是在搞军火？是不是这个秘密被于朦胧发现了？所以有一个 U 盘，然后所以杀人灭口等等，这是2条故事线，对吧？我们一点点说先说这个献祭的事儿吧这个大家这个这是在很多人现在搞混了一个东西这个盐田千春的这个展览，有人说这是献祭的现场这个红砖美术馆红砖美术馆并不在北京的798这个艺术区，这是2个地方这2个地方之间相距大概7、8公里你开车都要开20分钟的。它在798的北面，更靠近机场这个红砖美术馆，所以它不是同一个地方。很多人现在就把798曾经做过的那些什么标本展览，又和这个盐田千春的那些红线那些展览全都混合在一起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是盐田千春日本的很著名的一个艺术家，
那么他的艺术作品就是用这些线啊，代表的这种连结呀、记忆呀，然后他会用红色的线、白色的线、黑色的线啊3种，然后分别有不同的意义。那么红色的线很像血管嘛，更多的那种身体的连接啊。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他现在在台湾也有他的展览啊，可能是在台湾他那个展览现场的拍的这张照片啊，应该是这样，不是北京的。很多人现在拿很多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展览的照片当成北京的现场展览来去说啊，比如说这张好像应该也是台湾这个现场的啊，有人说这就象征着这个献祭，你看都是这么多断腿、断胳膊，对吧？但这个艺术家是这么说的啊，因为他之前得过癌症啊，然后后来好像还有复发的问题，所以他会思考非常多关于死亡。然后呢，这个是他就是一些想法吧。那么最后一些人呢，这些肉体的支离破碎啊，但是如何和靠这些血管，靠这些红色的线，能够跟自己的灵魂去连接等等，这是他的一个思考啊。这个好像不是北京红砖那个现场的装置艺术之一，不是的。北京的图是这样的，给大家看啊，这是北京的图，这是北京现场的啊，他们去搞了这么一个这个藏传佛教这么一个门啊，连接起来。他的这个艺术家的特征啊，他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做展览的时候，他都是用一个叫在地材料，就是说现场取材。比如我在中国这个地方做展览呢，我就需要一些中国现场的属于当地文化的一些老物件啊，一个船呀，或者一个像这个门呐，对吧？你像这样呢，他在西方做的时候，他就会去选取啊，属于西方当地的一些物件，有代表性的啊。那当然，总的这个意象都是用这些红线了。所以在这里面盛传的有这么一张图给大家看啊，传的比较邪乎，就是这个鞋啊，有人说这个鞋里边找到了什么乔任梁的鞋，找到了于朦胧的鞋，甚至找到了什么他那只宠物啊福利的鞋，这就有点扯啊。大家现在看这张图啊，当然如果我说错了，你们可以纠正我。这张图应该就是北京这个红砖美术馆现场的图，所以你看它不是一个实物，大家可以仔细看，它是一个照片，你看到了吧？也就是说，北京红砖现在的这个展览的现场是没有做这些鞋的装置的艺术展的。那么它只是用照片的形式展示的是什么呢？展示的是之前这个盐田千春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类似展览的时候有这种鞋的。啊，我现在查到的一个最早的是这个，你看，2015年的时候，他做这场展览的时候就已经，你看左下角这个图，他就已经做过鞋的这个东西了。这是它的一个主题啊，它到各个地方都会去做。那这些鞋肯定是，他在不同的地方做的时候，就肯定是从不同的地方当地，呃，搜集出来的，搜集上来的啊，也有可能是已去世之人的鞋，这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我没听到艺术家的一个亲口解释啊，我没有办法揣测。那么大家看这张图，这就是2016年的时候，具体地点我不知道啊，这也是这个艺术家盐田千春啊，你看也是这些鞋，你看这些鞋都有一些注释吧，你看可能是标明了这些鞋的来处啊，这一张张纸，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风格。但是在北京却并没有做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是一张图片，这是他原来做的，然后现在以图片的形式在北京这个红砖去展览的。所以你看这个东西，你去查一查资料就可以，这些谣言就不攻自破了嘛，对吧？我还是得说啊，当然我不是说，我再说一遍啊，我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不可能是献祭，有可能，只是目前出来的这些证据让人不能够完全的信服这个献祭一说。那有人说有没有可能说这个中国的娱乐圈啊本身就特别信这些东西，无论是信藏传佛教，有一群人信，对吧？还有一群人非常信泰国的这些养小鬼这些东西。那公司为了发财啊，养小鬼，艺人也会养小鬼，这个东西是有的，是存在的。那么说，把于朦胧跟这个养小鬼这个文化完全结合在一起，然后甚至说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净化他的什么身体啊、灵魂啊，就为了
今年9月11号这一场仪式，有没有这么邪乎？我要打一个问号啊！我要打一个问号。我必须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为了什么辛弃呀，或者什么蔡以家什么这些人去洗地啊。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这个蔡奇的私生子？我们还是要打一个问号。有人说一个理由，就说如果不是蔡奇的私生子，蔡奇现在管中国的宣传，为什么能够做到啊这么疯狂的一个封杀？但是我还是想说啊，就是于梦龙这个事情的封杀力度，跟这个8964能比吗？还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说现在在很多平台，小红书什么的，有些内容发不出来，但是我去查了，无论百度啊还是什么，你还是能查到大量的关于他死亡这些阴谋论的这些消息，还是在出来。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封杀力度很大，但也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大。这个事情不一定蔡奇说话才能做得到，这个下面宣传口的这个一层一层的领导都可以做到，不需要蔡奇。实际上，而且必须得说啊，哪怕这个辛弃也好，蔡以家也好，或者跟红色家庭有关系的，他涉案的一些稍微高层点的人啊，他不是蔡奇的私生子，蔡奇也可以管这个事儿，并不一定非得因为啊这是我的私生子，所以他的事儿我要给他摆平，不一定的。还是我最早给大家讲的，这一伙小黑社会干出来的事情，搞到现在全民沸腾，是吧？这个舆论喧嚣，影响力这么大，这个影响力会促使中共那个大的黑社会出手，并不一定因为说这个小黑社会里边的人是这个蔡奇的私生子才能建立联系，蔡奇才会管，不一定的。哪怕不认识，但是这个事儿足够大了，那中共啊，蔡奇什么也会出手管。所以在这儿也建立不起来这个私生子的联系，对吧？当然有没有可能是啊，也有可能，对吧？好，再说，你像辛弃现在很多人扒出来啊，你不管他是谁的私生子，然后你说他什么有很多的公司，然后去什么洗钱、倒卖军火，那干的是大生意，对吧？那干大生意的人会看得上说他们现在把他的这个资料弄到什么暗网，说$100,000可以看去卖这个钱。那如果啊，他们辛弃也好，什么这些人干的真是这个倒卖军火、洗钱这么大的买卖的话，那他还能看得上$100,000这些小钱吗？所以从这个点上也想告诉大家，就是对于他的这个犯罪可能是多层次的。就是说，当然有人用这些艺人、用演艺圈这个东西在洗钱，用他们的名义注册这些公司，对吧？因为电影你是可以搞这种国际合作的，我弄一个片儿啊，什么美中啊两国一起来拍合拍片，是不是？然后我到一个第三国，泰国也好，哪里也好，我去出外景去拍，然后这个跟当地的公司啊，然后这个钱在海外洗来洗去，各种方式，因为可以签各种各样不同的合同，包括这个定价、演员的片酬，这都是可以随意定的，对不对？它就没有一个约束力，它就很好洗钱，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有高层的人在干这个事儿，那底下也有小鬼，对不对？你像真正打他的人，或者这个，比如说，我还是觉得有可能是失手，就是把他给弄死了。那这些人，他们实际上都是高层的一些底下的一些走狗，一些小的白手套，对吧？他们挣不到那个洗钱的钱，那他们也想挣钱，那怎么挣？那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搞那些更歪门邪道的啊！我把虐待你的这些视频拍下来，我发到暗网上去卖，对吧？你大佬挣洗钱的、卖军火的钱，我呢就在中间去挣这些脏钱。所以他是这个，大家理解这个犯罪可能是多层次的。那当然了，你说他们之间肯定是认识的，对不对？这个大佬底下这帮小弟，然后一块欺负他，这个他们之间是认识的，但是对他的这个犯罪可能是完全是多层次的，这也是想跟大家说的。还有呢，就是说，有人说啊，就是说他掌握了他们的一些这些证据，是吧？有个 U 盘，然后包括说什么这个剖腹什么，有没有可能？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得分析一下啊。他如果真的
掌握到这个证据，这个证据是不管是虐待他的，还是这个大佬们洗钱的啊，那他想干什么？这是我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想明白的，就是他为什么把这个 U 盘吞到肚子里，对吧？是情急之下没办法吞了，然后被人家发现了，又要抛出来，就是他没地儿去藏了，对吧？然后吞了，但是他们可能通过监控，通过什么发现，哎，这个 U 盘是被于朦胧给吃了，被发现了，所以我要抛出来，这是一种可能，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说，他留存这个 U 盘，他是想干什么？他是想揭露他们吗？那他这个揭露，他是打算给谁？给中国的公安？给这个所谓海外的这个敌对势力？给一些什么组织？这个不知道，对吧？那这就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关于于朦胧的一个求救。很多人说啊，他实际上被控制了，对吧？他当然被控制了，但是说他到底有多强的一个求救的这种欲望，我们也得分析啊。你不能说带入一个，就是说他当然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很可怜，我们都很同情他、共情他，但是你不能说他就是把那种他求救，然后都没有人搭理他，就这种就让人觉得特别可怜的这个，你就往这个剧本里去写、去代入。我们还是永远啊，我还是想说，我们做所有这些分析，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那个真相，哪怕那个真相可能没有那么残酷，或者那个真相更残酷，无论如何，我们要的是那个真相，不要添油加醋。这个对死者也是不尊重的，对吧？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一个求助啊，有一段影片，就有人说这个是于朦胧在求助，我们先看一下啊。无人回答。是什么意思？抖卡哦，是我的错哦。其实这个已经解释好久了，我没发现，对不起。有没有吃好吃的？吃好吃的。对啊，又卡了啊！救命啊！对，我这里也显示。我们干嘛？有没有流程？干了，没有音乐。OK 啊，这个是就是说他在很多的直播场合在做所谓的540，其实没有540的一个求救，这是一个大概从2019年那个时候啊，是为了反这个家暴啊，去研究出来一个求救手势啊，它就是一个，就是说你是这样吧，握拳啊，这样就是一个先这样，然后这样，就是等于你可以背手，你可以在街上，你可以背在你，比如说你被人控制着啊，你可能有一只手，然后可以这样，然后路人看到了可以去报警，是这么一个手势，它就是等于是算是被囚困起来的一个意思。但他得这么做，他不能说这么做，然后这么做，然后这么做，这个是不对的做的啊。我们来看看，就是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分析啊。来，关键时刻可以助自己一命。大家看到了，刚才那个是那个，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正确的做法。收藏起来，关键时刻可以助自己一命。你看，当然了，还有包括这种啊，3短1长啊 ，SOS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救援的一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通过一些敲击是吧？啊，还有这个666这种手势啊，也是。这是聋哑人求救的手势。各种各样的求救的方式。好啊，这个也可以大家扩散一下啊，也可以，这算是通过于朦胧这个事情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啊。好，所以就说于朦胧刚才的那个到底是不是求救，这也要打一个问号，对吧？因为你看啊，他的这些东西是一些手头的这种口头禅式的感觉，就是习惯动作。你看我做直播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这样，就这样啊，包括别人对话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这样，然后有的时候这样。
啊，包括他喜欢这样，是吧？这都有，所以你就把这个东西就当成是5啊、4啊、0，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打一个问号，好吧，我也不去做一个肯定啊。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于朦胧真的在求救，他在向谁求救？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他在向中国的公安求救吗？因为如果他真的要向中国公安求救，他是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啊。你像他有很多公开的场合嘛，对吧？虽然他旁边跟着那个杜强，但是你比如在机场或者什么的，那杜强能直接在机场就把他打晕，然后就拖拽走，拖上车吗？那不可能的，对不对？我这刚从出机口出来，到车还有很长的距离。他可以在那个时候大声的疾呼，把事儿搞大，甚至可以跟杜强动手。虽然打不过对方，但是没关系啊，把事儿搞大，那警察保安就来了嘛。所以，如果他想向中国公安求救，是有很多的机会的。我觉得不是，对吧？那有人说，那他是不是他心里已经知道，信不过中国的国安？他是不是已经知道，就是他们的大佬是这个更有背景的红色家庭的？那他公安都是听他们的，斗不过，所以他已经不相信中国的公安了。那我有去查，就是于朦胧有没有出过国啊？拍戏也好，旅游也好，出国，那你就可以，比如说在海外，然后赶紧逃掉，是吧？或者说你所到的那个外国，你可以让那个警察介入，是不是？但是很遗憾啊，没查到。有人说呢，说他现在在他去世之前刚办了去法国的签证，可能是不知道是出席什么活动还是什么的啊，这个也没有办法证实。但是如果有人能够，比如说发出他的这个护照的这个签证页什么，也可以证实这一条谣言，对吧？那我们假设他没出过国，那还能向谁求助？在中国那个地界上，如果他认为你都是完全通天的关系的话，我不知道，你不可能直接往美国大使馆跑吧？这个也很困难。所以这个里面就真的有很多疑问啊，就是说于朦胧首先他有没有真的求救？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啊，他可能没有，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现在的想法啊，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并不是像大家所情感代入的，觉得哎呀他都在求救，我们都没看出来，没救他。他很可能到他被害之前都是很天真的相信他这些朋友的，这些人可能对他平时是有欺负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比如承受家暴啊，或者说被欺负啊，但是他也比较软弱啊，就是欺负他的人也不是说每天都板着脸去欺负他，他会是一会儿胡萝卜一会儿大棒的，就是说一会儿是扇你一巴掌，一会儿又给你颗糖吃，就是让你觉得哎呀，我只是脾气不好，欺负了一下你。很多家暴的人就是这样嘛，但我还是爱你的。啊，于朦胧，我还是关心你的，我们还是要一起挣钱的，一起当这个明星的，包括他的一些朋友，我相信是这么一个模式，所以他肯定是一个很心软的孩子嘛，就觉得哎，那算了，我就原谅你了，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 U 盘啊，我们先假设他有，就是他可能知道了一些脏钱，就是你们用我注册这公司，然后你们在搞这些脏事儿，对吧？他可能知道，但他知道之后。他会怎么做？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在规劝他的朋友，就说：“哎，你看这些证据，这些东西，你看这个事情，不要违法呀，不要搞大呀，你们也要注意安全呀，等等的。”他是不是在规劝他的朋友？甚至有可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还会很傻的用这个方式去跟对方交涉，就说你们别再欺负我了，你们别再干这些事儿了啊！要不然我就把这些东西告诉公安了，我就报警了。但是他不会真的去报警，对吧？他只是这个，有的人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他可能就说情急之下，他以为对方是他的朋友，能听他的劝，但是他不知道对方是恶魔，就是啊，原来你有我的证据啊，那我先下手为强，我就直接把你弄死吧。我更要盯紧你了，你这个证据会不会哪天就扔出去？所以有可能是他的好心，他对这些人的好心反而害了他，这也是一种可能。就是我想提供一个视角啊，就是说你们愿意相信，就是这是一个
持续了几年的阴谋，就为了在9月11号这一天弄死他，去献祭啊！你们愿意相信这个故事也可以，但是啊，你们相信这个故事来源于各种信息嘛？这个信息如果有找到就是造假的部分，你们要把它剥离开，这样你才能更接近你所相信那个故事的所谓的真相，对吧？那我想提供给你的就是，除了献祭之外，是有这种可能的。就是我再重新说一遍啊，就是我现在觉得这个故事是这样。首先，那些跟红色家庭有关系的，但我还是想说，他们不是什么多通天的、多顶级的红色家庭。那些红色家庭会做更大的生意和买卖，看不上娱乐圈去虐待一个艺人到暗网上卖点钱这些事儿，看不上。所以，当然了，有没有借助这个去洗钱，对吧？搞这个也有可能是有的。所以大佬们在做这些事儿，那底下的这些小弟啊，有的是在搞这些色情的买卖，有的是搞这些虐待啊，去什么放到暗网上什么的，挣这些小钱，两层次的，对吧？那你说现在还有人把这个风向往什么日本人身上，包括刚才这个艺术家，对吧？盐田千春也是日本人，包括说什么宝格丽聚会有什么日本人、韩国人。我不是说这些国家的就没有坏人，他们有没有人搞这些巫术啊、邪术啊什么，肯定是有的。但是你也得想啊，如果假设他们是，那为什么他们跑到中国这个地界上就可以把这些事干成，对吧？你还是你那个国家是有问题的呀，你那个制度是有问题的呀，才会给这些罪恶一个滋生的土壤啊，对吗？所以还是不要去把这个注意，因为有的人说啊，这是日本人干的啊，就行了，不要撇清这个关系。即便有日本人参与，那真正的第一手杀害他的人还是中国人，你不要去在这个点上就饶过他们，对吧？我想说的是，你先要把对他实际动手的这些人揪出来，让这个小鱼去咬大鱼，对吧？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些不同的这些线索，他在生命受到威胁、被逼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吐出更多的线索，然后把那个真正的大鱼咬出来，要这么一层一层去咬。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因为在咬的过程中，产生了非常多版本的不同的故事，对吧？洗钱的，然后被发现了 U 盘什么，这是一个故事。然后为了谁谁谁啊去献祭什么的，这又是一个故事，对吧？然后包括我认为的就是他们在去搞的过程中啊，然后不管是酒精的作用、药物的作用啊，这个下手重了啊，收拾不了这个残局了。于朦胧的这个反抗，也就是垂死挣扎的那种反抗，让他们也害怕了，然后就把他杀人灭口，这也是一种可能，对吧？你这么多的故事版本，就这么传吧，啊，我也不想去纠正谁的想法，大家信什么都可以，但是回归到一个最终的点，我们不要去分散这个注意力的一点啊，就是互相之间不要去那里谩骂啊，就是什么扣帽子。我是什么替中共去洗地的，我是什么这那的，我是，甚至有人说什么我跟辛奇还有什么私人关系，这太邪乎了。你就是这中文圈就喜欢干这个事情啊，抓间谍、扣帽子，不要分散注意力。最重要的是什么？真相。你给不出来真相，那谣言就满天飞，对吧？最重要的是真相，最重要的是它的公道。那怎么能够实现？中共现在不立案，对不对？实现不了，怎么能够实现？现在唯一的我们手里的工具或者武器，就是这个28这个联署签名，就是在海外国际社会上让这个事情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媒体报道，不要让这个热度降下来。所以现在37万。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就努力让它到50万，到100万，然后包括还有很多的线下的活动，让传播这个事情啊。那么明天啊，我跟这个陈恩德的这个对话，希望大家来听
听听他们在好莱坞星光大道这场活动是怎么做的。那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想在你当地也去做，你可以向他们去学习，对吧？学习这个经验。好吧，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继续的加油，感谢收看、订阅、分享。